连那时候我也是有摸我孩子他的身体啊，哇，整个身体好像软软这样哦，我真的是崩溃了啦！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时候我们也是真的是很不明白，真的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啊。我的孩子是怎么过世的？在2013年1月28号，在回家的路程，孩子就被那个西面的大卡车被撞到。在那时候，我是去做 part time 的工作，连丈夫就一直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们的电话就放在老哥，我就没有听。后来我就去老哥去看一下，哇，有很多的 miss call， 我就打回去给我的丈夫，他说孩子发生意外，当场死亡。当时的感受，我觉得不可能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了解孩子他过马路这些，从小我们都有教导绿灯才过，红灯就不可以过。当我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大约已经有2个小时了，2个就躺在那个路那边。小儿子的还好，大儿子的会比较严重，所以当时候真的是崩溃啊！哇，哭到我真的是整个好像没有声音啊，也是哭到要晕倒。连那时候我也是有摸我孩子他的身体啊，哇，整个身体好像软软这样哦，我真的是崩溃了啦！我说，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一路来，我们是觉得我们也没有去做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时候我们也是真的是很不明白，真的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啊。在孩子的去世过后的1年里面我自己是觉得很伤痛，导致我差一点得了这个精神分裂症。因为我看到自己有2个自己在那边，一个是在哭，一个是在笑那个哭的人在那时候也是我因为他有那个车照嘛，我就把他们的这个床头照就放在以前他们睡的那个地方。我是觉得好像他们有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觉得心里很安慰这样啦。但是我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说，她说慧妮，你不觉得你的房间好像阴森森的吗？她说你放孩子的东西，放孩子的床头照在这样，她说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公家婆，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的感受啊？其实她真的是提醒了我，我还有年老的爸爸妈妈、家公家婆，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弟妹，他们都已经失去了孙子，失去了孩子，他们不可以再失去我。所以我对我自己说，我说我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精神分裂症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要坚强的活下去。你认为司机得到的惩罚公平吗？当时候1年过后，司机被审判，就是2个星期坐牢。有一些人就是来问我啦，2条命嘞，2个星期坐牢，连扣拜6礼拜，坐牢才10天觉得很不公平。起初你有没有好像责怪过这个司机？起初我也是有责怪这个司机，因为他的疏忽，变成一个完整的家少了2个人。先饶恕的人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先说他已经原谅了那个司机，在兵营他也是驾车的，驾那些比较大辆的那个车子啦。
他有跟我分享过有什么 blind spot 哈，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说要去撞我们的孩子啦，就是那个盲点，车的盲点造成这个意外的。过后我就哎呀，我的丈夫说他饶恕 OK 了，我就是也是跟他饶恕啦，一起饶恕。还有我也是读到这个经文说，要当饶恕一个人几次，7次够吗？神说不止7次，要70个7次，就是要不断的饶恕人。其实饶恕这门功课真的是很不简单，但是我们还是选择饶恕了。你真的可以打从心底原谅那个司机吗？起初我也是以为说，我真的是饶恕了那个司机，但是过了差不多要2年，有一次的祷告会，祷告的时候，那个荧幕就出来，孩子躺在那边的荧幕，那个司机的荧幕，我就一直哭，我就说，哎，神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那个眼泪一直流？那个司机没有跟我道过歉，因为我们都没有见面过。但是我有听说，在孩子的追思礼当中，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就是没有进来，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啦。无论是什么人都好啦，在那个祷告会的当中，我真正的是把这个事情给放下，真的是说要饶恕那个司机。我现在我可以面对那个司机，因为我真的是从心里已经原谅了他。如果可以碰到那个司机面对面的，我真的是会抱着他啦，也是会亲口跟他说，我们原谅你，你要好好的过你的生活。因为我是真的是相信，是说我们人会有犯错，需要第2次机会啦。他也是需要第2次机会来重生，来走完他人生的道路。选择饶恕对你有什么好处？选择饶恕对我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我得释放，我得自由，还有我有很好的那个细胞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如果我们没有原谅一个人，真的是很多的这个苦毒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身边的人也是会被你影响到，因为自己都不原谅，自己都活在那个苦的当中嘛。最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来跟我喝咖啡，她就是跟我说我们要原谅一个人是不是要看到他改变了，我们才容易原谅？他没有改变好像很难去原谅他。我也是有跟他说了，是啦，以我们人的角度真的是要看到那个人改变了我们才肯原谅那个人但是我是觉得选择还是在于我们就是选择了看他的优点慢慢看他的优点，他一定会改变的。用爱去爱他，他会改变的。因为人生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你开心你要走下去，你不开心你也是要走下去。所以我就是选择原谅这个司机，连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去帮助一些更需要的人，生命才会过得很精彩，生命才会过得很有意义。你走出悲伤了吗？其实很多人也是问我，哇，7年了，你已经走出悲伤了大家都认为说我已经走出了这个悲伤。其实这个悲伤是会永远在我的心里面的。原谅这2个字，还是说饶恕这2个字，讲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做出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是愿意的去学习啦，因为我有在孩子的这个追思里，我也是有讲到，我说接下来我的日子
我就是要去祝福别人，让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这份爱。大儿子，我就是给他取名叫做爱，因为他让我懂得我会去爱人，我会去爱神。小儿子就是我给他取名叫喜乐，因为他就是我们家庭的喜乐。我还是认为我自己是母亲，因为在教会有很多我属灵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的，他们真的是我觉得很感恩呐。当孩子去世的时候，他们自己来，他说安迪惠妮你不担心我们是你的孩子，就是让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是从第1年到今年，他们都每一年都会来跟我拜年，所以我还是认为我还是一个妈妈，还是一个母亲。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哇，就是一直在绕在那个 question mark 了年过后，我就是去读神学，去找答案。说现在找到答案了吗？我读了神学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心里很有平安因为有一个确据，就是说孩子在天堂，虽然肉体死了，但是他人是在天堂的，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的。